年夏天刷到印度的现状，真的让人又好笑又心疼。咱们国内网友还在纠结35度算不算热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吐槽闷热。隔壁印度已经率先开启露天炼狱副本，热得离谱，热得魔幻，直接刷新了全世界对高温天气的认知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印度40度的天气都能算是难得的清凉天，属实是没有最烫，只有更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最近，印度新德里日间最高气温稳稳突破45摄氏度，北方邦、拉贾斯坦邦多个城市直接飙升到48度，部分区域逼近50度大关。最夸张的是博洛迪镇，地表温度直接干到60度，这个温度是什么概念？地面摊个鸡蛋，分分钟就能烤熟，人类皮肤裸露接触地面，仅3秒钟就会被烫伤。说句玩笑话，在印度出门不穿鞋，堪比免费做烫皮理疗，主打一个硬核耐高温。印度官方统计，本轮极端热浪已经夺走数十条生命，但海外权威机构调研后直言，这个数据绝对被严重低估了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测算模型显示，高温峰值期，印度单日最高超额死亡人数可达3400人，连续5天高温侵袭，累计死亡人数接近3万。现在的印度，外卖小哥送餐途中能直接热休克倒地，医院频繁停电导致孕妇闷热早产，柏油马路被晒到融化，直接粘住汽车轮胎，动弹不得。最搞笑的是，当地耐热满级的猴群都扛不住了，成群结队跳井降温，足以见得这热度真的不讲道理。常年驻扎印度的中国留学生更是集体开启吐槽模式，直言印度的夏天根本不是人待的，哪怕是深夜凌晨，新德里市内温度依旧稳居35度以上，整夜闷热熏蒸，躺在床上像蒸桑拿，体感燥热到仿佛内脏都在发烫，根本无法入睡。很多网友看完视频都在疑惑，这么热的天，印度人为啥不开空调续命？真相真的很扎心，不是不想开，是真的没条件没资格。印度坐拥14.5亿庞大人口，看似人口大国，制冷配置却寒酸到离谱。全国空调保有量仅有9400万台，平均下来16个印度人才能分摊到1台空调，也就是说，足足12.6亿印度人这辈子都没吹过空调的冷气。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夏天降温全靠泼水、风扇硬扛，主打一个肉身对抗极端高温。更讽刺的是，就算少数有钱人买得起空调，最后也只能当摆设，根本用不了。当下的印度完美踩中所有倒霉 buff， 极端高温叠加石油危机，全国电力系统彻底摆烂，全国70%的邦都在实行轮流停电，供电乱象常态化，大城市日均停电3到5小时，农村地区更夸张，每天断电时长超10小时，白天45度暴晒，晚上35度闷煮，没电没风没冷气，普通人只能硬生生熬着，主打一个靠天活命。比高温缺电更致命的是印度的缺水危机。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公开数据显示，全国超6亿人深陷高度缺水困境，相当于近半数人口没干净水用。本轮高温更是雪上加霜，班加罗尔地区1万口水井，7000口直接干涸见底；新德里9个主力水厂6个彻底停工，全市43个社区200万居民直面断水难题。淡水紧缺又催生出了天价黑市水，街头抢水斗殴事件天天上演。底层民众买不起高价净水，只能被迫饮用污染严重的恒河水、劣质地下水，高温叠加污水致病，肠胃病、皮肤病大范围扩散，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很多人不解，印度明明是降水充沛的南亚国家，为什么会穷到缺水？小编觉得这真的纯属自己作死，完全是人为折腾出来的恶果。近20多年，印度为了快速冲经济、搞政绩，无脑大规模砍伐林木，导致全国水土流失严重，植被锐减，土地蓄水能力直接崩盘。反观我们中国，几十年持续深耕基建，南水北调、三峡工程、全国水网、3北防护林轮番落地，跨区域调配水资源，旱涝可控。
而印度几十年过去，连最基础的水利统筹规划都做不出来，各邦各自为战，水源充足的地区坚决不调水给干旱区域，内陆河联网计划喊了几十年，全程原地踏步。最让人无语的是印度政客的操作，为了拉拢农民选票，推出农业用电全免政策，看似惠民，实则挖坑，变相纵容农民无节制的抽取地下水，长年累月的过度开采，让印度全境地下水彻底透支，很多地方深挖10几米，压根看不到一滴水。如果说印度的高温绝境让人唏嘘，那印度民众和官方的一系列迷惑操作绝对能让你笑到停不下来。现在打开印度社交平台，吐槽和羡慕的评论密密麻麻，无数印度网友直言不讳，现在的印度没工作、没电、没水、没安全，干啥都难。反观中国，基建完善，生活安稳，环境宜居，简直是人间天堂，是最完美的避难所。还有网友直接摆烂，在印度已经快活不下去了，移民中国就是唯一的出路。最出圈的还得是印度网友的魔幻脑洞，有人提议直接炸开喜马拉雅山50公里缺口，既能引水汽降温拯救印度高温，又能打通通往中国的通道，方便大家移民。小编觉得这想法虽然离谱荒诞，但也实打实暴露了印度民众的极度绝望。那面对高温，印度政府又干了些什么呢？其实早在2021年，印度政府就豪掷623亿卢比补贴本土空调压缩机产业，高调喊出印度制造的口号，铁了心要摆脱中国供应链。不仅如此，还刻意对中国家电、钢铁产品加征关税，处处摆出脱钩对立的姿态，一副不靠中国我们最强的傲娇模样。结果2026年极端高温一来，所有傲娇瞬间清零，官方光速认怂变脸。4月22日，印度紧急发布政令，直接免除中国空调压缩机的强制性认证，敞开大门，让中国核心部件快速入境救场。政策落地仅48小时，印度各大电商平台线下门店的中国空调压缩机直接被抢购一空，库存彻底清零，就算涨价也挡不住民众的抢购热情。前脚高调抵制脱钩，后脚疯狂抢购真香，这波自相矛盾的操作，把印度的战略尴尬暴露得淋漓尽致。更魔幻的是印度官方的迷惑操作，一边靠着中国设备救命，一边还要硬撑面子搞限制，直接把中国空调压缩机进口配额砍到上一财年的30%。稍微懂点行的都知道，压缩机是空调的核心心脏，没有它就造不出能用的空调。印度本土年产能仅550万台，而市场年需求高达1500万台，70%以上的缺口全部依赖中国进口，主动缩减进口配额，纯属亲手制造物资短缺，让老百姓在高温里遭罪。印度政府原本想靠补贴扶持本土产业，倒逼技术自主，结果4年时间彻底翻车。100亿补贴落地后，本土产能仅完成目标的37%，承诺发放的补贴实际到账不足8%。所谓吹上天的印度制造，根本没有核心技术，缺稀土提纯技术，缺精密加工能力，啥高端工艺都没有。本土厂商的操作简单又敷衍，全套核心部件从中国进口，芯片、铜管、轴承照搬组装，换个外包装就敢号称国产。更尴尬的是，同规格产品印度造价比中国高30%，制冷效率还低15%到20%，妥妥的又贵又难用。不止家电产业翻车，印度基建也是一地鸡毛。备受吹捧的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第9次宣布延期，印度反倒倒打一耙，炒作中国盾构机技术卡脖子，试图把商业纠纷政治化，卖惨博同情。结果真相曝光，直接打脸，纯属印度自身耍赖，长期拖欠尾款，拒不履约。再加上我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政策落地，含稀土永磁材料的盾构机合规门槛提升，就算印度现在想付钱，设备也没法交付，完全是自作自受。反观咱们中国，同样面对全球变暖，日子却过得妥妥当当。我们有全球顶尖的稳定电网，大规模停电早已是过去式，空调、风扇全民普及，人人都能实现夏日降温自由。水利上南水北调，三峡工程
全国水网、三北防护林层层兜底，水资源调配科学合理，就算干旱地区也能稳定供水，没人会被逼着喝污水求生。产业上，中国拿下全球70%的空调压缩机产能，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，AI 高端制造领跑全球，稳稳拿捏科技红利。一边是中国稳步发展，民生安稳，一边是印度内耗不断，魔幻翻车，气候、基建、产业、治安多重危机叠加。未来印度的高温只会越来越极端，产业短板、人才断层、外资撤离的问题会持续放大。一山之隔，两种人生，印度民众的羡慕慢慢变成执念，才催生出炸开山脉、全员移民的荒诞言论。小编觉得这些玩笑背后藏着真实的民生困境。2000公里的中印边境线看似相近，却是天差地别的发展差距。这场全网热议的移民玩笑不只是段子，更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未来信号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